大家好，我是爱说真话的 Tiger。这么炎热的夏天，任何一个手机都会发热发烫，不得不让我想起了曾经喊出为发烧而生的小米。小米在追求高端手机市场的道路上经历了不少坎坷，但最终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。小米13作为一款备受欢迎的高端手机，还是受到不少消费者喜爱，即使对数码产品挑剔的用户也对它情有独钟。而提到小屏旗舰 iPhone 14也映入脑海中，那么小米13有能力和 iPhone 14一较高下吗？虽然小米13价格不算低，但随着市场上红米和其他竞品开始普及 256GB 版本，小米13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，定价为3699元，同时取消了 128GB 版本，直接以 256GB 起售， 12GB 加 512GB 版本足以满足大多用户的需求，而 12GB 加 256GB 版本也能满足绝大部分用户的存储需求。然而，即便价格相对较高，这并没有阻挡消费者对小米13的热情。雷军在购物节期间自豪地宣布，小米13成为电商平台安卓阵营4000元至6000元价位段销量王者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这不仅给其他厂商上了一课，也证明了小米13在市场中的强劲竞争力。小米13的小屏设计是其独特之处，这也是用户喜爱它的原因之一。6.3英寸的小屏幕搭配直屏设计，使得它几乎没有合适的竞品。当然，机皇三星 S23 在国内市场上也无法与之匹敌。此外，小米13搭载的骁龙8 Gen2 芯片功耗表现稳定可靠，保证了用户的流畅体验。小米13具备不错的设计、强大的性能和优秀的拍照能力，成为了消费者心中之选。首先，它的颜值高、4边等宽的创意设计，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。其次，尽管屏幕较小，但它的内部散热和续航能力并不受影响，用户既能享受游戏的乐趣，又不用担心电池续航问题。此外，尽管价格在3-4千元的旗舰手机范畴，但小米13依然标配了 IP68 防水和无线充电功能，这使得用户在使用过程中无需担心手机的安全和便捷。当然，小米13也存在一些缺点，用户认为快充功率有待提升，67瓦的快充在旗舰手机中有些不够出众。此外，用户还期望在拍照界面中增加取景框长焦的功能。然而，这些小问题并不足以影响用户对小米13的喜爱，或许平平淡淡才是真的说法更加贴切。整体来说，两个手机的外观都是排在第一梯队，很好看，并且都是小屏。在细节上，二者虽然都是直屏，但小米13的屏幕边缘采用了 2.5D 的处理，显得更加顺滑。在侧面，小米13采用抛光铝合金，而 iPhone 14则是磨砂铝合金。需要注意一点，小米13顶部开了4个孔，分别是降噪麦克风、红外发射器、扬声器和泄压孔，两者都是玻璃背板。另外，小米13的背部边缘使用了 2.5D 圆滑过渡，握在手中不会像 iPhone 14那么难受。以 Tiger 亲身体验来说，小米13的屏幕素质不太行，拍照其实还好，可能是因为多在室内拍摄，感觉跟 iPhone 14不相上下。本人其实不太喜欢 iPhone 拍摄的暗部提亮。手机外观方面，小米13顶部开孔需要消费者谨慎考虑，个人感觉丑，但自己经常看不到。如果你要将手机表现给他人看，需要注意。握持手感方面，我的素皮版本小米13手感非常棒，比 iPhone 14要好很多，特别是在单手操作方面 iPhone 14太硌手了，还有界面返回逻辑方面，左上角返回太不方便了，导致完全单手操作其实有一定难度。与 iPhone 14 Pro Max 比，小米13裸机的手感更轻更薄。小米13升级系统后，相机功能提升明显，在特殊场景下，大部分人还是会用 iPhone 14 Pro Max 拍摄高画质的 4K 视频。iPhone 还是大多数安卓旗舰机无法媲美的，小米13拍摄出的照片可能比不上 iPhone 14 Pro Max。然而，在日常使用中，小米13手感是一绝，会让人感到亲切。关于电池续航方面， iPhone 14 Pro Max 搭载了4323毫安时电池，并经过了 iOS 系统的调优，续航表现确实非常出色。事实上，高频率使用小米13，你会发现它的电池续航能力也挺好。尽管4500毫安时电池容量在安卓旗舰机中并不算大，但经过 MIUI 14系统的优化和屏幕省电功能，小米13的续航能力也表现出色。此外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小米13配备的67瓦有线快充，在安卓阵营不算突出，但相比 iPhone 优势还是明显的。总体来看，小米13的优势在于出色的高刷屏幕、像素更大、焦段更多的镜头、更大的电池和更快的充电速度以及红外遥控。
NFC 读卡等实用功能。而 iPhone 14的优势则在于稳定安全的 iPhone iOS 生态圈，其次是硬件性能和真实自然的成像素质。总之瑕不掩瑜，小米13与 iPhone 之间各有优缺点，但丝毫不落下风，整体基本没有弱项，手感、拍照、性能等还可圈可点，卖得好也就好理解了。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，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